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我们都认为一个人的嘴巴是一个人的门户，而牙齿则是门户的侍卫。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在一个人的牙齿当中体现出来，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也跟嘴巴有着很大的关系。牙齿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，同时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常见到一些牙齿畸形的人，比如天包地或者地包天。有人常说天包地面苦，地包天有福。从面相角度来说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大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两种面相。天包地的面相，天包地指的是上颚的牙齿始终包住下颚的牙齿，下巴凹下去的现象。有天包地面相的人，不仅会使他说话有障碍，而且对其命运也会有极其不利的影响，一生难有大成就。天包地的男人命运如何？男人为天，女人为地，天地要能合一。然而天包地的男人由于天盖住地太过，打破了这个平衡，地就会受伤，因而阴阳不平衡，阳盛而阴衰。所以面相上天包地的男人会比较客气，而且男人以妻为财，所以同时天包地的男人一生财运多舛，最好佩戴一些旺财饰物，如黄玉貔貅手链来催旺自身财运。而且天包地的形状有点像鸟嘴，有点公鸡状，所以天包地的男人也容易有点暴力倾向，非和善之人。天包地的女人命运如何？天包地面相如果出现在男人身上还是比较正常的，但是在女人身上出现，那就是阴阳颠倒了。这一类的女人就是所谓的天生的女汉子，她们过于刚烈。这类女人的丈夫要么就是身体比较病弱，或者是性格比较柔弱，像弱女子。这类面相的女人通常都是家庭的支柱，日日操劳，活的是劳碌命。而且天包地的女生同时也是性格比较暴烈，一般在街头骂街的悍妇多长有天包地的面相。地包天的面相，什么是地包天？地包天叫做兜齿，上排牙齿代表着天，下排牙齿代表着地，此乃天地一合之说。有这种牙相的人，一生运程反复，晚年运可能也不是很好，应多多注意。地包天的男人命运如何？同样，男人为天，天被地包住了，证明君被妻沉，所以一般地包天的男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，一般都有一个极为严格的母亲，让他备受压力。而地包天的男人在成年后也容易遭遇比较强势的女人，事业成就都容易被自己妻子或者女同事盖过，自己也难以出头。但是好在地包天隔朝风，晚年还是可以过得比较宽裕。地包天的女人命运如何？地包天的女人由于地是风，所以一生衣食无忧。所以女生地包天而多福，是指下庭圆润，朝拱上庭，形成晚福的格局，福泽深厚。但是唯一不足的是，女生地包天力气不利六亲。地包天的女人命很硬，逢多大的难都无视，脾气很急躁，很厉害，自私，会精打细算，为自己考虑。在命运方面，地包天的女人，她们身边的亲人福寿会和自身的遭难相抵消，所以不利六亲。不同牙齿特征的人出现地包天面相，命运如何？地包天牙齿缜密，地包天牙齿比较缜密的人，平时看起来不苟言笑，相对来说事业运还是不错的。他们很有才华，踏实上进，吃苦耐劳，所以能得到领导的欣赏并重用。他们也是最稳定的一类人，对于自己努力得来的成就十分自豪。这类人口风都比较紧，但凡自己听到的事儿，绝不会向其他人透露半分，属于非常有原则的人。感情方面，他们会对可爱型的女人非常青睐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人会给自己枯燥的生活带来一点欢乐。地包天牙齿稀疏，
地包天牙齿比较稀疏的人，生性清冷孤傲，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，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。虽然比较自私，但命运整体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总有贵人相助，因此他们整体运势还是不错的。感情方面，此类人通常都是晚婚命，配偶一般属于持家过日子的类型。地包天牙齿突出，地包天牙齿比较突出的人，通常智商不会很高，情商一般般，生活上相对比较窘迫，没有赚大钱的命，不能依靠聪明才智赚钱，那就靠体力吧。但这类人身体也不一定好，不能从事太费劲儿的工作，所以无法给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感情方面，此类人属于和尚命，这一生恐怕都不会遇到另一半。地包天牙齿导致面部扭曲，地包天牙齿导致面部扭曲丑陋的人，是天生的劳碌奔波命，少年时期便因家境困难而辍学离家，外出赚钱补贴家用。由于没有学历和经验，加上年龄又不成熟，所以一开始找工作都不容易，所赚的钱也不稳定。婚姻、爱情、父母，他们通常都会经历非常迷茫的几段婚姻，一般需要经历3次婚姻以后，生活才会逐渐的稳定下来。不过这类人在40、50岁的时候，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希望到时候可以好好把握。其他牙相特征的人命运如何？门牙较大，门牙较大的人身体健康强壮，精力旺盛，积极主动，敢于挑战，不畏艰难，大有气吞山河之势。但其缺点是只讲气势而少了策略，有勇无谋，只凭一腔热血一味蛮干，不懂得提前规划，缺少高瞻远瞩的谋略，所以有时候会吃大亏。尤其是理财投资方面，有小赚大赔的现象，应引起注意。牙齿较小，牙齿较小的人给人一种小里小气的感觉，实际上这种人的性格就是小肚鸡肠，凡事爱计较，心防重，爱钻牛角尖，再加上胆小怕事儿，所以成天郁郁寡欢。当然，这种人又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点，就是遇事会冷静谨慎，力挽狂澜，令人咋舌，所以是不错的幕僚或副手人选。牙肉进禄，张开嘴就看到牙肉进禄，牙龈禄金，表示你与家庭缘分薄，在收入上也不稳定。男女相处不吵架还好，一旦翻脸，善于争执，口无遮拦，易伤爱人的心。牙齿不整，这种牙相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，相术也确实有这样的论断。此人自私自利，并且为了个人私利寸步不让，再加上个性急躁，比较情绪化，所以很难与人有效沟通，人际关系很差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事业发展。如果不思悔改，到了中年也会每况愈下，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。相书云：齿为骨之余，内为肾络，关系一路之享用，可见牙齿对人一生命运的影响之大。因此建议大家要保养好自己的牙齿。我们平常看一个人的时候，总是先看对方的脸部，常常会说：你的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啊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或者是看你红光满面的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由此得出，一个人面部是最能反映他近期运势状况的。那么我们如何从面相看出一个人近期运势的好坏呢？大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，当一个人面相出现以下10种现象时，预示将有霉运缠身。印堂发黑，额头中间位置就是事业宫，如果出现淤黑晦暗，代表事业即将受到某种阻滞，轻则地位动摇，重则职位不保。若连两边颧骨都有黑气，那就更不利了。如果再赶上公司裁员，10拿9稳的会拿你下手。当印堂发黑时，灾祸不一定就会在事业上，
也可能会发生在其他方面，但一般都预示着灾祸已经形成。这种情况最好不要让头发遮挡住印堂。化解方法也并不简单，平时多涂一些护肤用品，多多揉搓，消除黑气，佩戴些趋吉避凶的用品在身为宜。面泛黑云，如果你整个脸都是灰黑的，好似有块面纱遮盖着，这就是运势受到阻滞的表征。除非你是身患重病，否则这种灰黑色的气色说明你有飞来的横祸，包括交通意外、官非口舌、血光等都在其列。这个时候最好待在家中，避免外出。若有宗教信仰，可以凭借神力化解灾劫。眼皮发暗，眼皮位置为田宅宫，如果发现青灰晦暗，则表明易遭盗劫或者丢失，且同时小心水灾或者火灾。解救的方法可以在此处的方位进行长时间的按摩，或者涂抹一些明亮护肤化妆品。两耳蒙尘，如果两耳好像发灰发黑，好像落了一层灰尘，就是运势阻滞的象征，表明做事阻碍多，事事不顺。如果这时候有人找你投资或者做生意，肯定会赔本伤元气，或被他人欺骗。首先需要谨慎小心了，遇到事情一定要明辨事理。其次要常常温热清水冲洗耳轮。如果有人是天生的耳朵黑色，那就需要耳朵打孔戴耳饰了。眼肚发黑，眼肚发黑除了一般人的熬夜外，也是运势受阻的讯号。如果加上双眼无神，经常睡眼惺忪，情况就会更差。情场失意之余，可能生意也会不旺，或者会有金钱上的损失。额头灰暗，额头中央部位是面向12宫的官禄宫，代表事业的吉凶。如果官禄宫暗淡无光，则表示其人事业受到阻碍，轻则地位动摇，重则丢失官职。如果两个额角也出现了很严重的黑气，那么事情可能更糟糕，可能因为工作损害健康，甚至威胁到生命。出现这种情况，最好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，避免外出遭遇不幸，或者通过祈祷、诵经等方式缓解灾祸。耳轮焦枯，耳朵是禄星，耳朵的颜色以明亮润泽为好。聪明富贵的人，耳朵的色泽必然明亮油润。耳朵颜色昏暗，表示禄星不明，将成为寒士，一生没有禄位。耳朵呈现焦枯之色，主其人凶无点墨，没有才华。耳主肾脏，耳色焦枯，除了表示肾气不足之外，也意味着将会遭遇贫困。丧门发白，眼睛下面的位置在面相学上称为丧门。如果丧门发白，预兆着将有大的丧事儿。白色清浅，预兆有小的丧事；白色浓重，预示着丧事马上就要到来。白色消散，在表示外亲之人服丧，或者不久前的丧事。如果白得像粉痕一样，不仅表示将有哭泣之事，而且预示着未来将会陷入困顿与艰难。眼下火赤，赤色是火的颜色，就像受到火的炙烤一样，将会令人心情焦乱烦躁。面部出现赤色，预示着其人将会发生骚扰不安的事情。赤色较淡或者枯燥，表示将有小的口舌之争，或者受到鞭挞之苦。赤色润泽则表示会有牢狱之灾，赤色极浓则有可能死于牢狱之中。眼睛下方如果经常为赤色，表明体内有内邪入侵，无论身体或者心理都会受到内邪干扰而失调，焦躁不安。这也是为什么面部出现赤色的人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之争的原因。特别小心与人争执，让一步海阔天空，把别人的批评当成仙药。遇到心烦意乱之时，可以喝点冷开水，
当然，最好远离是非，自己已经不开心了，就找些理解你的朋友诉说一下，排解一下，也可以独自出去散散心。准上穴赤，这里准是准头，也就是你的鼻头，上是指年上，位于鼻梁正中的位置。战疾诀云：准头点血，肺病；年上赤色，心病。当然也容易破财。出现这些情况，赶紧到医院检查一下身体最为要紧，根据医嘱抓紧治疗。病情较轻者，大多属于热症，清热解毒就可。任何事物有凶就有吉，面相学也不例外。上面这些都是预示人要倒霉的面相特征。那预示人将交好运的面相特征又有哪些呢？牙齿不齐便整齐。有的人牙齿长得参差不齐，在相学里边认为牙齿不整齐并且非常疏而尖的人，这种面相对自己的财运不好，易漏财。中国人有财大气粗之说，而气便是财。有这样面相的人，牙齿闭不起来，那么主钱财一定往外流。生活中有的人通过后天的努力把自己的牙齿纠正齐，那么这样一来，自己的财就不会外漏了，自己的形象也美观了，人际关系也会变多，自己的财运也就会财来运转。气色好，面色红润。人在败运的时候，气色也是非常差的，比如面色枯败、暗淡黑沉等等。如果你最近气色开始有变化，脸色红润有光泽，在别人眼中看到的你看起来非常有精神，这就预示着你要开始走好运了。头发乌黑有光泽，在相学中有一句话颇为有道理，那就是发血之余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血多余了长的头发，因此通过头发的好坏可以推出气血好不好。一般来说，好运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精力一定要好，精神一定要足。头发变黑正是气血转好的标志，因此头发变黑了是交好运的象征。出现双下巴，圆润丰厚。如果你的脸型圆润或者方脸下巴宽阔，当有双下巴出现的时候，说明你未来要走好运了，晚年运佳，而且能有一定固定财富，家庭和睦，子孙孝顺，好运连连，让人羡慕。五官发祥，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发现在自己的五官开始慢慢变得圆润，就耳朵都开始变得厚一些、大一些，这个面相看起来有些发福。在面相角度上来看，这是转好运、好运降临的征兆，可以恭喜哦。在此同时，不过也要注意体重的增长。黑眼圈没有了，很多人以为黑眼圈是因为休息不够、睡眠不足，其实细心的人会发现，有些人就是一天睡10多个小时起来，还是有黑眼圈，这其实有运气有关。而某一段时间开始，黑眼圈突然消失了，那就说明要交好运气了。青筋突然藏了起来，在生活中青筋也是常见的，比如眼角一直有青筋，代表感情婚姻中多口舌，比如小孩鼻梁有青筋，少时体质差等等。而在一段时间之后，青筋突然不见了，也代表好运气要来了，比如原来烦心的事儿慢慢都得到解决等等。手掌边沿常泛红色，贵人多，人缘好。有些人的手掌经常泛红色，而且是皮肤下面的红色，这是好运的象征。如果你最近也有这种现象，说明也即将交上好运气。人的一生不会一帆风顺，也不会千灾百难一生。当运势发生转变时，都会有一定的预兆，只要细心观察，提前做好预防，都能逢凶化吉。老话常说相由心生，心怀慈悲之人一般都比较面善，与人交往时，我们都希望与那些心地善良的人交往，至少和这样的人相处不会吃亏，也不用担心被算计。那拥有什么样面相的人心地善良呢？
大佬今天就来给大家聊聊心善的人一般都具有的一些面相特征。脸型端正饱满者善心强。面相学认为天庭饱满、地格方圆是善心的重要标志。天庭指的是上颚，而地格指的就是下颌。因天庭属阳代表男性，地格属阴代表女性，所以看男人的善心要看天庭饱满，而看女人的善心则看地格方圆。以女性为例，由于女人体内阴气较重，形体天生圆润柔和，因此最心善的下颌之相应当是方圆饱满、敦厚富实。凡是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，一般都性情宁静，生活安逸，晚年运势较佳，能够颐养纳福。而腮骨过于消瘦的女人消极悲观，缺乏魄力，其心善也弱。因此人心地是否善良，无论男女，首先要看其脸型是否端正饱满。如果头尖、面尖、嘴尖，则通常不是善心之相，这类人也是不合适过深交往的。头盖骨尖凸。在面相中，头无剑骨之说，人的头盖骨有平、圆、尖、凸之分。假如人的头盖骨生得尖凸，主福禄寿齐全，亦主其人心善，好施乐助，光明磊落。眼正心正，眼善心善。面相学认为眼正心正，眼善心善，眼恶心恶，眼邪心邪。观其人先观其谋，因此面相看善恶，首重眼神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神柔和内敛，那其人大多温和善良；如果常是凶光毕露，那大多则是阴险狠毒。通过判断眼神中的气质，可断其人品质高低。如果一个人的目光总是游离不定，那此类人通常不会有太多的善心。眼神平视的人，善心要比喜欢上士或下士的人更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。面相学认为，眼神上士的人好勇斗狠，眼神下士的人亦有奸诈之嫌。从眼皮来看，双眼皮人容易感动，或者说其善心容易被表面的事物所诱导，而单眼皮的人往往内心较为冷静沉着，对善心的表达也比较含蓄内敛。眼睛下面是卧蚕位，它代表人的阴德。卧蚕落陷的人往往隐藏阴毒，打着积德行善的幌子，难免背地里自私自利。此种人可说是口蜜腹剑的类型，人们往往被其表面的热情所迷惑。眼大圆秀，眉毛婆娑。在面相五官中，眼睛为监察官，通过其可观人善恶贤愚。假如一个人的眼睛生得圆大秀气，目光缓而不散，上眼帘有多条纹理，主其人福寿双全，身体健康。假如再配上眉毛婆娑，其人必心地善良，爱框住别人。只有这类人有时会由于同情心过强而被人利用。耳垂肥厚，耳门宽大。在面相五官中，耳朵为采听官，掌管人的智慧和少年运。假如耳朵生得轮廓分明，耳垂肥厚，主其人多福多寿，而且耳垂肥厚而长的人多有慈善好生之德。耳门宽大的人仗义疏财，为善不甘人后，必能慷慨解囊，有求必应。鹿耳。鹿耳的特征是状如莲瓣，红润鲜明，耳门宽，有轮无廓。具有这种耳形的人大多聪明善良，心胸宽广，重义轻财，属于侠士奇人。假如碰到人有危难，其必会出手相助，慷慨解囊，因此也是一种慈善之相。鼻正心正，鼻善心善。鼻子也是观察一个人是否心地善良的重要标志。如果人的鼻子不正或鼻结有弯，往往口是心非，不大会真心交往。此外，鼻子上的准头也是很重要的标志。准头肥厚，大抵心无坏心；鼻形有沟，此类人往往会为了目标而不择手段，心胸也不会大，因此善心也就难以为真了。鼻头浑圆，两拳丰隆。相书有云：
鼻头有肉心无毒，而且会兼备一副好心肠。倘若两全生得大而丰隆，其人必常恻隐之心，慷慨乐助。嘴行方正，心地善良。嘴也是心善的重要标志，嘴型方正圆润是心善的条件。如果口歪嘴斜，此类人大多言不由衷，爱说是非，且此类人说话做事亦不照准则来，是搬弄是非、两面三刀的倾向。有心无相，相逐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随心灭。这句话说明，一个人的相貌是会随着他的心念善恶而改变的。纵使他现在已经有了凶恶的面相，可是他却经常起慈悲心，那凶相不久便会转化为吉相。反过来说，纵使他现在满脸福相，如果他不知行善积德，经常起贪爱和憎恨的念头，那福相便会逐渐消失。虽说做人要善良，但不能无原则的善良，这种人很容易被他人利用，成为别人的笑柄，尤其是在感情上。一般来说，这种人有以下4种面相：额头特别突出或低陷之人，这代表着2种极端，或是智商尤其高，或是心智不是特别开化的人。但其有个共同点，便是对感情执着，几乎到了执迷不悟的地步。不论当初是谁追求谁，只要走到了一起，对其而言即为一辈子。他们维系婚姻的方式唯有一条路，就是不断从自身挖掘，看自己能够付出多少。眉毛浓黑，双眉相连。眉毛浓黑说明看重感情，一旦动心就会全心全意，不轻易改变。再加上双眉间无断开，更说明其心眼实在，较为执着。他们对婚姻很忠诚，若对方变心了，就好似丢了全世界。故而为挽回对方，无论是什么要求，他们均会尽力去满足。眼睛黑白分明，眼珠转动缓慢。前一种重情重义，只要别人对自己一分好，自己就会回报10分。若听人讲话时眼珠转动极慢，仿佛在消化别人的话一样，那么如此之人对感情尤其认真，只要伴侣高兴，就愿意做任何事儿。嘴巴抿紧，唇线分明。唇线棱角分明的人总是习惯的紧紧地抿着嘴巴，意志比较坚定，不会轻易改变主意。尤其对待婚姻感情，为了把它进行到底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。所以人的善良还是需要带点锋芒，有辨别的能力，不能毫无原则的付出，有底线的付出才能赢得尊严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